台湾的孩子传统大家就是学钢琴，然后现在大家比较崇尚运动，可能会踢足球，但钢琴一定是标配。但是韩国听说他们的标配就是coding写程式。因为之前我帮他找另外一间的话，他主要是在做 Scratch， 他有去试上他们的课程，但他给我的反应就是他觉得还好，没有那么的喜欢。我记得是在 IG 上面看到你们的广告，就先让他去试上。其实那时候很诚实讲，应该是我半强迫他，我就鼓励他说：“你去试看看啊。”其实，在以前让他去上 Scratch 的时候，我就有这个想法，但因为当时他没有那么喜欢，那也就不强迫。那时候也还小，大概2、3年级而已。我是专利师，所以我会接触一下科技业产业，大家也是比较了解法律这一边。那因为那时候大家一直在推，从元宇宙开始，然后再到 AI。那我觉得，就算以后小孩子不是做写程式的工作，他至少知道那个程式的逻辑，让他跟写程式的人或者提供整个系统的人，知道他们作业的逻辑的话，对他工作是有帮助的。可能我想比较远了，但是确实是希望有这东西可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埋在他的心里。或许是爸爸想太多，就可能对那个工作技能上的焦虑感，然后投射在孩子身上了。但因为自己一直在接触这些东西，所以会觉得小孩子应该要让他去尝试看看。我以后可以有很多工作都可以做，可以学到就是一些基础的东西，然后老板就会说你可以进去。之前让他接触 Scratch 的时候，发现说现在的程式可以用积木的方式来取代，然后变得非常的比较直觉吧，不会像以前就是写扣都是文字。我自己是机械系毕业，所以其实有一个那个 C++ 语言的课，然后那时候对大部分机械系的学生，50个学生里面大概49.9个是天书啊，就大家其实看不太懂。就即便是我们都考过联考，然后数学都还不错，然后也有在修工程数学。一些逻辑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差，但是那真的对我们而言是个门槛。或许不是能力的问题啊，我们觉得那东西不有趣，到底可以做出什么东西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对现在的孩子而言，我觉得像麦块就是非常一个鼓励他们学习的一个界面。他至少看到一个 agent 在那跑，然后又很滑稽，然后又可以设计成你喜欢的样子，给他戴帽子啊装饰，至少你会看出。像他今天我们来之前有跟他对那个仿纲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觉得哪里最有趣？”他大概给我的回馈就是，最后他看到 agent 照着他的样子，想把他的东西盖出来，他觉得很好玩。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给他一个期望吧，就他觉得那东西是有趣的，可以建造你想要的东西。就是它有一些程式，你可以让 agent 去帮你盖房子，或者是一些你想要花很多时间盖的东西。你可以用就重复无限次，它就会可以帮你盖。有一个我最喜欢的是那个高塔100层楼，你先做一次那一圈要怎么做，然后再放一个重复，看你想要几楼。像我是100楼，你就可以重复100次，然后让 agent 帮你盖100楼。有些同学是说，他玩麦块就是要玩，你干嘛上课？然后有一些同学会说，麦块要上课，不然你不知道怎么做。当初找的时候没有设限，说我一定要找线上，或是一定要找实体。一开始跟他讲，还没有上之前，大概只有20%的意愿嘛。然后上完课大概40-50%，前1个小时还很 OK， 后面刚好就是你快接近成品了，所以我觉得他也还算撑得住。然后有时候他很专心，其实那天的课程如果没有太复杂的话，他其实可能1个小时就做完。老师会安排一个额外的一个作业让他做，然后他就会跟他妹妹一起研究。线上对我而言比较好，是我们不用接送，然后因为他们平常1到5晚上其实也都要写功课啊。那如果能够线上的话，其实对爸妈而言比较容易安排时间。他会来炫耀一下他的今天做出来的东西，就比如说他刚刚讲高塔，说爸你看老师说只要盖20楼，但我盖100楼。那次我跟你一起改哦，对，他是蛮专注的，就是上那个课是蛮专心的。对我而言，我会知道说他学了什么，老师会讲说他学了什么指令嘛，比如说回圈，会看老师会讲说他的学习的态度，还有他最后他有没有回答到老师的问题。有一点我觉得还蛮好的是，老师在下课之前，除了看他们有没有做对以外，会问那个最关键的问题。他也不会问得很直接，就是会引导师，希望他可以讲出关键字。小朋友有时候像木伟，有时候回答他不会讲到老师要的那个关键字，但他可能讲的是类似的观念，或者他讲的是 agent 做出来的东西。那老师大概会知道说他有没有学到那个重点。
我觉得这个蛮好的，就玩归玩，但至少结束之后带个东西走。有些东西就是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懂，或者是只会一点点，然后现在就是越认识越多，好玩，因为就是它可以弄在电脑上，然后就不会被破坏，就是可以你做完之后可以去享受你做完的东西，很好玩。昨天上课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程式上面的一个指令放反，然后他就帮我盖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我就再去程式检查一次，然后还是检查不出来，我就去问老师，老师就是帮我一个一个慢慢对。他有时候写那个积木啊堆的时候，他搞错了，然后整个要拆掉，然后重新重用，他也觉得很烧脑、很痛苦。有时候也会，我记得有一次上课还跟我们发脾气。上到一半，我不想上了，为什么要2个小时？可以上半小时就好吗？他就会讲这样的气话。那个过程就是，至少你知道你最后可以做出一个可爱的 agent， 然后帮你盖出一个很酷的一个机器也好，建筑物也好。中间比较难熬，就撑一下吧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资讯来源是，就台湾的孩子传统大家就是学钢琴，然后现在大家比较崇尚运动，可能会踢足球，但钢琴一定是标配。但是韩国听说他们的标配就是coding写程式，还有因为我们的教会有一些朋友，他们疫情的时间就从上海、北京回来，那他们说他们那边的孩子也都在编程，他们讲编程嘛，就是 coding 写程式，所以那时候也觉得或许可以来问看看，就看台北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让孩子去上。